花欧洲村的白天和夜晚各有不同的迷人之处，哪一个比较美呢？在小朋友的欢呼声中，火车头透过转车台来个180度华丽大转身，快来近距离体验高铁呼啸而过的快感。这里可是铁道达人最推荐的省高铁景点哦。落羽松由绿转红，现在来成美文化园看落羽松正是时候。琉璃仙境，一个以婚纱摄影基地为主题的观光休闲农场，园区内提供20几个3D 彩绘墙供游客拍摄。来九龙大荣宫，感受气势磅礴的震撼感，看树干盘根错节，就像龙飞9天。贝林古堡菲尼克斯教堂超梦幻，来这里点套餐，饮品还可以无限畅饮哦！快来快来！你还记得上次控窑是什么时候吗？食物中那股独特的泥土芬芳，悄悄融入味蕾。来台湾玻璃馆看玻璃艺术师现场制作璀璨的艺术作品，参拜世界唯一的玻璃妈祖庙，感受一场心灵洗涤。在红砖道人声鼎沸的鹿港老街，吃热腾腾的梅花烧，30元的乌鱼子，真尴尬。这末路巷要怎么过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这次我们来拜访这个有着古朴文化气息的彰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台铁彰化扇形车库，在小朋友们热烈的欢呼声中，火车头缓缓驶入转车台，来个令人惊叹的180度华丽大转身。扇形车库兴建于1922年，以吊车转盘为中心，呈现12道放射状的半圆弧形车库，因此称为扇形车库，是台湾唯一动态保存的扇形车库设施。火车头经过长距离的奔驰后，需要休息保养，而扇形车库正是肩负这个重任的地方，因此扇形车库又被称为火车头旅馆。如今园区已被列为彰化县国定古迹，并且开放给民众参观。Emily 造访的那天，正巧碰上了小学生户外教学，小朋友们看到火车非常的兴奋，尤其是随着火车头启动驶向转车台的那一刻，欢呼声此起彼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沪语机关车园区，在扇形车库的后方有一个沪语机关车园区，这里的前身是台铁的旧宿舍，经过多方努力与巧思规划，变身为文创的新景点。这里有小火车可以搭乘，可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哟。还有用餐区、文创商品区、市集活动，在特别的日子里也会为大家举办有趣的活动。例如2025年的1月25日到2月2日将举办蛇年走春 DIY 活动，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哟。彰化老丹阿张肉圆，彰化老丹阿张肉圆创立于1948年，是一家拥有超过70年历史的老字号美食。国宴指定彰化必吃肉圆老字号就是这里，原本就很有名了，又因为9把刀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也曾经在此取景拍摄，于是红到国外去喽。老丹阿张肉圆是采用传统油泡肉圆的烹调方式，外皮 Q 弹有嚼劲，里面还有包香菇跟笋块，你看香菇这么大，可没在客气的哟。对了，大家别忘了加蒜泥哟。Emily 一连吃了2颗，还喝了一碗热腾腾的金针排骨汤，汤头鲜美，肉质软嫩。Emily 品尝过无数家风味各异的肉圆，从巷子里的隐藏版到老字号的知名店家，这间肉圆在我心中算数1数2的好吃。下次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哟。不二坊蛋黄酥，在肉圆的附近有一间不二坊蛋黄酥，据说这里的蛋黄酥是许多甜点爱好者的最爱。这次来彰化 ，Emily 怎么能错过呢？排队似乎是免不了的事，但为了美味，排队绝对值得。Emily 买了6颗装的这种，每盒售价300元，打开包装，阵阵香气扑鼻而来。
因为太冷了，所以就在附近的店家一边吃烧仙草，一边品尝蛋黄酥喽。每颗蛋黄酥还带着刚出炉的温润。你看蛋黄这么大颗，整体而言，除了内馅有点偏甜，其他口感和香味都很到位哦。八卦山大佛风景区，22公尺高的巨大释迦牟尼佛盘坐在莲花座上，佛前有双狮鼎立，气势雄伟。地目慈眉看照着彰化。大佛竣工于1961年，从南到北曾经是大家远足避旅的行程，是许多人的成长记忆之一。大佛前方设有270度空中环形观景步道，是俯瞰彰化城市和仰望大佛神像的最佳视野平台。后方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式建筑，其内部主祀至圣先师孔子、恩主公和三宝佛。这座大佛不仅是一处观光景点，更彰显了人民心中信仰与文化的重要地标。参访完八卦山大佛后，别忘了沿着大佛殿后方的八卦山天空步道，体验漫步在树梢的氛围哟。Emily 顺着步道悠闲地走了一圈，发现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还拥有许多有趣的景点，例如可以拍出绝美照片的天空之镜，好可惜水源不足的银桥飞瀑，以及充满童趣的大型滑梯。2025彰化月影灯季从2024 12月28日到2025年3月2日，在八卦山大佛风景区闪亮登场。前几天的新闻说，有一位摄影师拍到了大佛悬日的景象，乍看之下好像佛光普照的画面。为了拍出这样的画面，那位摄影师肯定是做足了相当的准备。彰化分园花卉生产休憩园区，彰化分园花卉生产休憩园区位于彰化分园与台中乌日交界处的分园花卉生产休憩园区，每年春节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这里光樱花品种就有50多种哦。Emily 这次是1月中来的，园区内的樱花大都还没开。工作人员跟我说，园区内的樱花会在2月左右盛开，叫我先去外面马路那边看看，马路两旁许多地方都开了哦。果然，马路两旁的樱花已经有些开花了。想要赏花的朋友们，建议2月再来园区，届时将是樱花绽放最美的时刻。分园乡农会彩绘仓库，现在的农会真的是一间比一间厉害。位于彰化县分园乡的农会，于2020年将农会旁的30多年老旧仓库外墙重新拉皮整修，改造成充满亮点的彩绘墙，为老仓库注入新的生命。这些彩绘墙的设计风格多样，从欧式街景的彩色阳台，到宫廷风的2D 黑白插画，再到奇幻风梦幻独角兽森林美景，每面墙都是一幅美丽的艺术作品哦。大村樱花欧洲村，别怀疑，这么美的景色就在彰化大村火车站前面哦。秒飞欧洲，5颜6色、艳彩缤纷的欧系房舍洁壁鳞次，是不是相当浪漫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樱花村法兰斯凯旋门，既壮观又气派，成为了这个美丽小镇的重要地标之一。Emily 到达的那天，恰巧遇到了一位该社区的大哥，他热情地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社区的故事。这位大哥说，樱花欧洲村社区因为20几年老旧了，为了让社区焕然一新，居民们集思广益，决定将房屋的外观重新漆上色彩。光他们家除了涂漆，还要加防水层，来来回回擦了7次，就花了20几万哦。大哥还热情地带领我们穿过涵洞，来到正安桥边。他说，社区的欧式建筑、桥、火车与水中倒影同框的绝美画面就在这里。琉璃仙境休闲农场，琉璃仙境位于彰化园林，是一个以婚纱摄影基地为主题的观光休闲农场。园区内提供20几个3D 彩绘墙供旅客拍摄，
无论是休闲外拍或专业婚纱摄影，都能在这里找到完美的场景。Emily 拍摄和取景的技巧不太好，所以没办法完整的呈现出这里的美。喜欢拍照的朋友，等你来拍出更棒的美照哦！银河铁道景观餐厅，银河铁道景观餐厅位于彰化县社头乡，拥有距离高铁铁道最近的地理位置，并且餐厅就位于半山腰，这里视野辽阔，天气晴朗时还能欣赏到台湾海峡、浊水溪、台中港3地的海岸平原景色。Emily 今天是来吃晚餐，因为寒流来袭，天气真的好冷，坐在外面的客人屈指可数， Emily 可是其中一位哦。这个角度能近距离体验高铁行经社头段呼啸而过的快感，拍摄出来的角度也最迷人。入夜后，精亮车河和乌日高铁相辉映，一边享用热腾腾的火锅，远眺整座城市的灯火辉煌，是不是很浪漫呢？你问我还想不想再来？那是当然，不过选择夏天来可能会好一点。好冷啊，赶快享用我的热腾腾火锅喽！月眉池刘氏古厝。Emily 今天要来拜访位于八卦山脚下的月眉池留宅。在月眉池留宅的结构中，位于正身左右与正身呈垂直的长条房屋就叫做护龙。月眉池留宅有13条护龙，这是早期移垦过程中在族群火拼下，福老客族群与弱势族群避居山路边的一种围聚防卫形式。祠堂边有一座大鱼池，因为形状像月眉，又称为月眉池。Emily 在参观刘氏古厝的时候，遇到了一位90几岁的老奶奶。她跟我说，年轻的时候她嫁到刘家，一住就住到了现在。她还提到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建造土埆厝，并且热心地告诉我，后面那边还保留了几间这样的建筑，叫我一定要去参观一下土埆厝。在台湾几乎要消失匿迹了，现在还能在留宅看到，真的是很珍贵哟。清水岩甘露泉，清水岩寺建于西元1728年，与虎山岩、碧山岩合称为中部3大名岩，是张掖八景之一。寺内的甘露泉在日据时代列为台湾3大名泉之一。甘露泉水质清澈甘甜，当地居民描述盛装回家的泉水连蚂蚁都会靠近，而且泡茶不会留茶垢哦。端午节的50水是1年当中阳气最多的时候，可以治煞消灾解难。每年这个时候来取用甘露泉的人潮更是大爆满，不管是在地人或者是从外县市来的民众，总是大排长龙哦。九龙大荣宫，在浊水溪堤岸上的九龙大荣宫，推估树龄有110年，树高6.5公尺，树冠面积广达3000多坪，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由于枝干盘根错节，状似龙飞9天，所以被称为九龙。隐藏在这棵树龄100年的老榕树下，有一间三圣佛祖神座，供信徒敬拜。人说独木不成林，但九龙大荣宫却是典型的独木成林。Emily 第一次来这里，没来过的人真没办法体会这种大自然的生命力带来的震撼感，气势磅礴，龙飞9天，真的形容得太贴切了。贝林古堡菲尼克斯教堂位在彰化北斗交流道下的贝林古堡菲尼克斯教堂，免费入园，让你不用买机票，直接秒飞欧洲。园内还有贩售各种口味的贝林蛋挞，享用套餐还能咖啡、红茶、黑糖珍珠，饮料无限畅饮哦。菲尼克斯教堂是这里必拍的场景之一，其金属雕花设计精美，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都是美不胜收的画面。浪漫的城堡庄园与缤纷的立体壁画建筑，让游客不只能享受美味的下午茶，还能拍摄出一张张满载着快乐的照片哦。
成美文化园。成美文化园为永靖地区兼具历史人文与观光休憩的综合型庭园空间，园内拥有100年古厝的成美公堂、匠心独具的河园和古迹研究的传承教学区传习斋。成美公堂保有100年前原貌，诉说着先人唐山过台湾、筚路蓝缕、开家发迹的艰辛辛苦。成美公堂独创字读音为“强”，以子为中心，希望后代子女能在上有所负、下有所托的环境中安居乐业，谨遵教诲，学好孔孟之道。河园承袭历代名园技法，为台湾庭园工艺树立典范。庭园内种植许多松树、柏树，象征松柏长青，并且提醒大家饮水思源，孝顺父母。传习斋成美公堂修复工程，开创台湾古迹修复首例。这个过程不仅依赖传统技术，还运用了科学化统计方法来推估修复所需的工时和费用，作为后人修复参考依据。成美公堂修复完工后，视作区也得到了妥善保存，成为了建筑教育和古迹研究的重要传承教学区。Emily 来的时候，一长排美丽的落羽松大道正值最漂亮的季节，翠绿中穿插着金黄的色彩，实在太迷人了。西湖糖厂5分车。西湖糖厂在2002年制糖业务结束后，结合文化资产保存再利用，转型为休闲观光园区。眼前这个45公尺的巨大烟囱，象征着台湾当年是世界之糖第1的标杆。每一座糖厂都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不变的就是大家来糖厂一定要吃冰。说起糖厂的冰，无论是凤梨、香芋、黑糖，还是花生、梅子、绿豆，都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熟悉的童年回忆。搭5分车也是来西湖糖厂不可错过的行程之一。5分车载着游客穿梭在历史悠久的怀旧铁路上，犹如时光之旅的开启。如果想要搭乘可爱的蒸汽5分车，别忘了只有在周日才行驶哦。王公渔港。王公渔港的显眼标志就是芳苑灯塔，它黑白直条纹的塔身非常独特。过去王公渔港曾是彰化8景之一，近年来渔船减少，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王者之宫桥的晚霞依然如昔，现出难以言喻的美丽。早期王公渔港靠着海牛协助科农工作，而后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海牛逐渐被铁农车所取代。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科田的产业风貌。若想看到海牛，可能要到芳苑一带才会有机会了。这里设有渔港美食区，肚子饿了想吃在地王公美食的朋友可以进来逛逛哦。广场前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龙舟巴士 ，Emily 童心未泯，也来试试看吧。一次50元，老板开龙舟巴士带大家游王公渔港喽。一路上路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猛拍照，我感觉我们也变成了王公渔港一景喽。王公小型风力发电机。坐落在渔湾之间的王公风力发电机，因为与蓝天白云相衬，故有着外星人的秘密基地与外星人导弹器之称，是时下流行的打卡圣地哦。这里的发电机主要是蓄电用的风车，形状为3叶式造型，隶属于台湾电力公司的风力发电站。整片园区大约有400多座，这里的风真的好强啊！刚才 Emily 为了拍摄，所以打开窗户，帽子一连被吹走了好几次。难怪这里会设有风力发电机啊！乐采果温室观光农场，快
快来快来！你还记得上次控窑是什么时候吗？食物中那股独特的泥土芬芳悄悄融入味蕾，轻轻把人拉回那个淳朴的年代。乐才国温室观光农场位于彰化县福兴乡，控窑目前采预约制，园区内依季节还可以采果哟。Emily 来的时候遇到了好多家长带小朋友来这里体验控窑，真的好热闹。控窑有分 A、B、C 套餐，价位从1200元到1900元不等，还可以加购自己喜欢的食物，相当方便。在等待控窑的空档，这里也有各种游乐设施，孩子们绝对不会感到无聊。福宝乳牛彩绘村在乐才国温室观光农场的对面，就是福宝乳牛彩绘村的入口。彰化福兴乡福宝村是全台最大的酪农区，人称乳牛的故乡。这个充满魅力的彩绘村有12生肖的可爱动物，乳牛涂鸦、蓝晒图、中国风的春联图腾，费时2年打造，意外爆红。这次 Emily 来参观的时候，发现很多彩绘的地方因为年久失修都掉漆了，实在有点可惜啊。鹿港老街，以前的鹿港是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港口附近由于地利之便，便形成船行与商家的重要据点。Emily 今天带大家来逛老街喽。九曲巷，九曲巷的迂回错综是最能代表移民先驱者。当东北季风降临，九曲巷的迂回可以挡风，平常还可以防止盗贼长驱直入。九曲中的九是意喻着很多的意思，如迷宫般的九曲巷是昔日鹿港8景之一哦。半边井，在过去只有富人有能力凿井，然而鹿港的富人出于慈善之心，在凿井时特意将井的一半盖在门墙外，让那些没有能力凿井的人可以自由取水。如今这些井已经不再使用了，但却能展现出当地人心目中的互动与温情。天后宫，鹿港天后宫又称鹿港妈祖宫，是台湾最早唯一奉祀湄洲天后宫天上圣母开基圣母神针的庙宇，也是世界上仅存的湄洲开基天上圣母神尊。桂花巷艺术村，鹿港桂花巷艺术村位在彰化鹿港小镇，2021年起开放第一届驻村艺术家进驻，渐渐将老旧日式建筑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彩绘艺术村，超好拍的空间，也是鹿港必游景点哦。摸乳巷，当地的居民为了阻挡强劲海风的吹袭，把房屋的间距尽量缩小，最窄处还不到70公分。如果男女正巧面对面走来，擦身而过时，将会是非常尴尬的情景。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名称，如护兄巷、君子巷等。来老街想不吃也难，热腾腾的梅花烧，30元的乌鱼子、烤玉米、绿豆沙牛奶，明明吃完午餐才来逛老街的，救命啊！台湾玻璃馆，台湾玻璃馆展示了各式各样以玻璃为材质的艺术品，并将台湾的山川生态、文化艺术和生活家具巧妙地融合在作品中，打破了人们对玻璃脆弱且冰冷的传统印象。在馆内1楼入口处有一个勾嘴杯干妈店的小店，贩售怀旧的童玩和杂货，带着浓浓的复古风情。馆内还设有黄金隧道与雷射玻璃迷宫，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梦幻般的拍摄景点，随手一拍都能留下美好的回忆哦。国外还有全台唯一的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这座庙宇将传统庙宇常用的木材与石材创新地改用玻璃打造，白天太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庙里，
带来透明与开放的氛围。到了晚上，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玻璃的结构，散发出一种时尚而独特的感觉。人总是在最接近幸福的时候感到开心，却在得到幸福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如果我们只是庸庸碌碌的盲目追求，而无视自己身旁的美好，再怎么成功，幸福也会慢慢的远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到达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能够在每一个当下深刻地感受与珍惜。我是 Emily，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期见哦！